哎呀妈呀，接个大活！我弟晚上要去店里，我寻思给他带点饭吧，别出去吃那外卖了。而且他那几个小哥们，我们从小就在一起，都认识。我多炒俩菜就一起吃呗。别看我们就差1、2岁，但这么多年，我拿他们都当亲儿子带。先煮了碗奶茶，省了他们去买那个6、7块钱的破玩意儿，就做了2个下半夜吃的凉菜。因为头半宿这个饥渴我肯定是保不住了，后半夜要是饿了，可以抠点墙皮拌上我这个秘制蘸料，管咱也能垫吧垫吧呀。我怕米饭放凉了就硬了，就直接做了个焖饭。但是有个隔路的说牙疼，吃大米过敏，我做俩三明治，但穴位有点糊了。我嘱咐我弟，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别吃三明治。完，我炸地瓜片的时候，我就听后面吧唧吧唧的，我寻思这怎么的，家里着耗了。我去，我说家里哪来这么多辣条啊？他说最近拼多多百亿补贴2周年，他在上面花1块钱就买了1整箱卫龙辣条，而且正品保真，假一赔10。链接我让他放评论区里了，好多东西有补贴，还能领取粉丝专属的补贴券呢。瞅他吃这么香，我这一桌好菜是要留了外人填的，是要。这个青椒炒肉和回锅肉就足以让我弟在今天晚上能挑选一个离空调最近的床铺，就更别说我这一道前老丈人祖传的广式焖牛肉，他集结了花生酱、腐乳汁、柱侯酱这3个王者，我还搞了点灵魂白萝卜。这一宿我弟要喝个饮料啥的，应该不用自己花钱了吧？来吧，吃香香了，辣焖、NC、回肉、马藕、焦肉、3只。广牛、口鸡，还有他这一裤兜子的味辣啊！打包就给他送走了。这家头一次见这个架势去上网的，可别给他当卖盒饭的，再不让他进呢。看看这小子给我留的这点剩菜，这是怕我往家领人啊！这是他临走问我好几遍去不去玩去，我说不去，我不玩那小孩玩的玩意儿。我等会儿换件衣服，出门洗澡去。快他妈玩散了！我之前不是说夏天不烤串不是正经东北人吗？然后我这串就连上了，2礼拜吃3顿，我感觉我这人好像不太正经。看看我昨天晚上熬夜整的小菜呗，枸杞粥黑鸭、高仿1比1，花毛一体，糖心茶叶蛋，冰冻柠檬茶。我怎么感觉这个坑像谁拿鞋底踩的呢？看看这几个爹都买啥串了啊？牛肉串、干肠、鸡翅、麻排、羊肉串、干豆腐卷、鸡脖子、大肥腰子和淀粉肠。这个出来烤串啊，我说2句。第一，你不是在家烤，你最好买那个现成的串，把这个黄金时间留给那个 Black Jack 不好吗？第二是交朋友，你尽量交那个皮糙肉厚的，因为这样的朋友洗吧洗吧还能反复使用。哎呦妈！拍视频，看没看着这样的爹就是能反复使用的哥们儿。下礼拜再烧烤咱们还扎他，不是还找他。第三是不管太阳多大棚多大，你吃到最后就发现大伙终究还是围着炉在那啃。这些爹从白天到黑夜，从他妈人间唠到宇宙，就是没人站起来问你那一句，我帮你烤会儿啊。没人问就没人问吧，反正烤串的也不是我。我们几个能凑一起坚持这么些年，就是因为有一个原则，就是不管处过多少个对象，聚会都不带女的啊，就是。哎，等会儿哥们儿，你这啥呀？我前2天买了个石磨，本来寻思给我奶磨磨豆浆还能锻炼身体，但是听信了小人的谗言，买了3斤6两黄豆。这3斤6黄豆可给我仨坑死了。这些黄豆泡了1宿之后得有10多斤，然后这一待呢最少得磨400圈。我粗略看了一下，这2盆起码得有100袋。反磨出豆浆的时候还是挺兴奋的，而且刚开始有劲儿呀，玩的也高兴。再一个最近在家憋的空有一身蛮力，后来磨不动了，我们就上网查石磨怎么用才最好用。有个帖子说拉磨的时候给驴戴上眼罩效率会更高。我弟亲身试验了一下，确实比刚才更顺滑了。哎呦，我是万万没想到啊，一个天天炖肘子的博主家里居然藏了2头活驴，那真是老话说得好啊，美食博主家真什么都有呢。过程就不细学了，那天直播你们也看了，反正我们3头一共是拉了14、15个小时吧，最后出来这些，然后需要拿屉布给它过一遍筛。我现在就觉着呀，应该把驴列为国家2级保护动物。反正这个事儿咱们也不道德绑架，但至少可以从我做起。我发誓从今天开始不吃驴肉了，然后筛完了呢，正好是这一大锅，大概40多斤吧。豆渣我也不知道咋吃，就都给刘大脑子解压了，然后就赶紧煮了1锅豆浆。凌晨3点半，我喝完这一口热乎豆浆之后，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了。14个小时的汗水加上古法磨制的醇香，就我可以这么说，这个豆浆的香气完完全全和豆浆机打出来是一样的。我心态崩了有啊！好在呀，我留了一手后手，反正都这个点了，咱们可以接着做豆腐。豆腐脑出锅还是挺板着的，但是必须得是咸卤。然后就把豆腐脑压豆腐了，我寻思我终于可以歇会了。万万没想到，豆腐篓里的水滋溜滋溜冒啊！4点半呢，我仨马上就脑出血了，还在这大狗治水呢。就是我只能感慨一句：人间有爱，但水火无情啊。
豆腐做好了，我奶都起床了，给我奶拿一半，那一半我得回家供去了。我是1万个想不到啊！我仨是头天早上9点见的面，打进屋就闷头磨豆啊。吃上这碗豆腐脑的时候，我抬头一看，我外面天亮了。我发现这人就不能闲着，我这2天腰好了，我寻给我奶整个甜品尝尝。都说马卡龙难做，我寻这能有啥难的呀？然后呢，我一共烤了4锅啊，烤的最好那锅跟他妈奥利奥似的。我还跟我奶说这是法国贵族甜品，我奶说你看没看见这帮老外在吃上真是不行。完了，我给我奶整个行的，包了几个五花肉茄子馅的包子，这其实就是茄子卤，但是包包子比拌面条还好吃。然后还整了个更行的梅菜扣肘，比扣肉还好吃，因为它不腻。你家要是能办席，你引进一下这道菜。我跟你说，别说结婚，你们2口离婚可能因为这道菜上你家办一下子，你信不信？还给我奶溜了一盘马蹄肉丸，顺手炸了点干炸丸子，直接打包了，留着我半夜饿了躲被窝里吃。然后我奶最近对青橄榄挺上头，又做了个青橄榄煲的鸡汤。完，我奶说想吃虾饺，哎呦，我到这儿我脑瓜嗡一下子，这掐褶太难了。当时我前老丈给我踹了，就是因为我不会掐褶。完了，德物新买的可乐锅到了，我寻做个可乐鸡翅给它接接风。这联名小锅现在整的也太好看了，完炒个菜涮火锅啥的还挺实用，而且最近还有官方补贴活动，你搜63599，很多产品1块钱就能买着，链接我放评论区了，不少好看的锅可掏。这可乐呀，烤箱、电锅、空气炸，这草让它种的，给我都掏干净呢啊！来吧，上家了，没找翻马、炸黄、青鸡、可翅、虾花、2碗、茄包、虾饺。完了，哈尔滨不是 BBQ 呢吗？我带着这老些菜去，我奶连门都没让我进啊！我连门口的脚垫我都没踩着。我说奶，这有色眼镜戴的太突然了，我哥俩没留饭呢。完，我奶把包撇开了，告诉我赶紧回家，别在那门口喘气儿。我奶呀，活到120都不带有啥毛病的，他指定比我还能活。我最近特别馋无骨鸡爪，尤其是想起嗦鸡爪的声，馋的都睡不着觉。但总害怕外面卖的真是老奶奶啃的或者药水泡的，就干脆买了500根鸡爪子，决定自己在家做了。然后看了好多去骨的教程，感觉也不难，但干上发现是感觉的不准。那给我爪都干散架了，鸡爪子还很完整。然后发现很多人说用嘴啃得快，我们试了一下，的确非常快。用工具去1根的时间，用嘴能嗑2到3根，而且只要牙没缝，完整度还特别好。就这完整度会好到什么程度呢？好多他们跟外面买的是一样的。后来我发现用嘴啃的最大障碍不是牙口，是肠胃，因为啃一个鸡爪起码得下10几口，完就整的满嘴全是油。也就是说产量只取决于能咽下多少油。我本来还想再用工具试试，但这人一旦走了捷径啊，那根本就回不去了。这一下子直接大洗牌了。那天看直播的有印象吧？在工具时代的时候，我弟也是有人给擦汗的狗老师，但突然退化到原始时代了，我弟只能沦为给人擦嘴的狗老弟了。但用嘴啃吧，看不见就那么地了。问题这是明储量造啊！后来就决定一人拿个盆，自己啃自己的，正好口味也自己调了。这一宿去骨去的都给我干麻了。完寻活动活动，正好试试在唯品会新买的衣服。最近他们年终大促，满地羊毛可薅，搜狗送都贼划算。这双明星联名款到手才花几十，而且尺码不对还能喊顺丰上门换。夏天到了，这 T 恤啊、短裤啊都赶紧点评论区安排上呀。后来试完了，天都亮了，但还有小半锅鸡爪子实在整不动了，就决定给它卤。就在这一刻，我突然觉得人类的悲欢有那么一点相同了。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人凌晨4点起床出门炸大果子，就一定有人凌晨4点没睡在家炸鸡爪子。鸡爪卤完了，正好早上9点半，在楼下早餐铺买到了最后一屉包子。然后我不知道啥毛病，吃红豆粥都觉得嘴里苦，就进屋打了几根冰激凌，正好寻凉快凉快。等我出来的时候，眼泪都掉下来了。说好了隔人啃隔人的，这一宿看的恨不得上厕所都抱着。完我弟困得迷得糊的，打包全给打串了，我当场心梗了。我最近越来越热了，有点吃不进去饭。每年这个时候都是靠一碗过水面再拌点牛肉酱挺过来的。然后我前2天在家意外捅咕出一个巨好吃的牛肉酱配方。今年买了50斤牛肉，打算在家批量生产一下。这个酱要想好吃啊，很重要一点是肉的切丁不能绞馅。但对于活驴来说，刀工永远是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你瞅这个爹，我都急死了，但我不敢催他。就他拿刀这个姿势，我生怕他一使劲把手指头先别折了。
完切肉没意思呀，就开直播来着。我爸那天也看了，但咱不知道他咋看的，迷迷糊糊的就以为我们在家串串呢，拉着我妈、我姑、我姑父就过来了。到这发现不是串，但羊入了虎口，我不可能让他们走。这盛世如我所愿呢，全家都让我摁着了，扒蒜的、扒花生的、切肉的，真是老话说得好，在家靠父母，出门他还得靠父母。主要是上一次徒步搬家之后吧，我个人这一块确实没什么朋友了。后来11点多就给他们放回去了，也没让他们空手走，一人都贴好几节膏药。完，我爸说在家看直播那个手机太卡了，正好我前两天在转着买了个二手的苹果11，顺手给他了。我买才花1800，用的跟新的差不多，但是比新的便宜2000多。他们还有认证的验机报告，7天不满意包退，完还免费保修1年。想换手机的赶紧去看看。然后切辣椒的时候，我有点用力过猛，怼坏好几个手套，手疼了好几天不说，3天没敢站着尿尿。完，我弟说遇事还是先保大吧，这活就继承给他了。但他的智商啊，远比他的精神更让我感动，因为我仔细看了一眼他这个装备，这怕崩的地方不都在外面露着呢吗？后来炒酱的时候都早上7点多了，我寻思1个小时就能炒完呢，结果炒了4个小时。我第一次用这么大锅炒菜，甚至还找着点食堂炒大锅饭那个感觉。盛的时候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了，这30多个小时真不白干呢，空口吃都贼香。把家里所有罐都用上了，还有一大锅没盛呢，已经通知来取的人自己带盆了。完也告诉他们了，也备点信封啥的，因为这顿下来吃饭就剩我们哥俩了。这回还只是少俩人，没准下一顿就直接多2桌了。我就说那意思。